今天我們要聊的話題，可能會讓很多還在體制內或者曾經自詡為精英階層的朋友們感到脊背發涼。我們要談的是中國基建神話背後的神經中樞——工程設計院。就在剛剛過去的2025年，中國職場最慘烈的劇本，不是互聯網裁員，也不是金融圈降薪，而是曾經風光無限的設計院正在成片的倒下。這已經不是什麼行業寒冬了，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毀滅性的系統性崩壞。我們先來看一組足以讓行業窒息的公開數據。大家記得，在基建狂魔口號喊得最響的那幾年，設計院簡直是印鈔機。根據住建部及行業協會的公開統計，2019年全國各類工程勘察設計企業約有 2.37 萬家。到了2023年，也就是疫情後大家都在搏復蘇的時候，這個數字竟然衝到了頂峰，達到了 2.9 萬家。為什麼2023年反而變多了？因為那是最後的一絲回光返照，無數人在等政策救市，等大水漫灌。但結果呢？2024年殘酷的屠殺開始了，全年約有 1.2 萬家設計院注銷或名存實亡。而進入2025年，這種頹勢不僅沒有止住，反而呈現加速度。根據目前的行業監測和清算數據，2025年消失的設計院數量同樣在1萬到 1.5 萬家之間。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着短短2年時間，中國超過1半的設計院直接從地圖上抹去了。業內專家最悲觀的預測是，這場大清洗最終只會留下約5000家設計院，從 2.9 萬家萎縮到5000家，這意味着 80% 以上的從業者將失去飯碗。曾經的清華同濟高材生，曾經坐在甲級寫字樓裡指點江山的建築師、工程師，現在成了這個時代最大的棄兒。為什麼設計院會崩得這麼快，這麼慘？我們要看清中國經濟底層邏輯的斷裂。設計院的本質是什麼？它是地方債和房地產的衍生品。過去20年，地方政府靠賣地拿錢，通過城投公司立項，設計院負責畫圖紙，施工單位負責蓋樓。在這個閉環裡，設計院是站在食物鏈頂端的。但現在，這個閉環徹底斷了。地方財政的血槽空了，2025年的地方債務問題已經到了必須斷臂求生的階段。沒有錢搞新基建，沒有錢修新馬路，設計院去哪裡接單子？房地產的僵屍化，別再信什麼回暖了。當百強房企有1半都在違約，當新房銷售量萎縮到高峰期的1/3，設計院手裡握着的那些房企欠條，全都變成了廢紙。現在的設計院面臨的是前無接單，後有欠款。公開數據顯示，大量甲級設計院的賬面應收賬款周轉天數已經超過了700天。換句話說，你2年前幹的活，到現在還沒拿到錢，而你的社保、工資、房租每一天都在吞噬現金流。最初，這場危機是從3、4線城市的設計院開始的。那時候，北上廣深的頂級大院還在嘲笑小地方的同行不專業。可到了2026年的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上海、深圳的頂級建築設計院開始全員輪崗，美其名曰靈活辦公，實則發基本工資。由於大型城投項目的停擺，原本旱澇保收的省市級規劃院，現在連交電費都成了問題。這已經不是局部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崩壞。這種悲慘在於，設計院是一個高知識密集的行業，一個老工程師的培養需要10年。而現在，這種人才結構的毀滅是不可逆的。當你走在深圳南山或者北京海淀，你可能想不到，那些曾經為了趕图紙通宵達旦，為中國城市化勾勒藍圖的高級知識分子，現在正在外賣配送的電瓶車上，或者在為了幾千塊的賠償金跟公司對簿公堂。這是時代的悲劇，更是基建泡沫破裂後最直接的代價。
設計院的崩壞最讓人心碎的地方，不是那些冰冷的建築公司注銷數據，而是背後幾十萬、上百萬高級知識分子的墜落。曾幾何時，設計院是體面的代名詞，考上建築系，進了設計院，就意味着拿到了中產階級的入場券。但在2026年的今天，這個光環徹底碎了一地。根據各招聘平台和行業論壇的私下統計，2025年設計院從業者的平均薪酬較2022年砍掉了40%到60%。這還不是最慘的，最慘的是惡意欠薪。過去討薪的是工地上的農民工，現在討薪的是坐在辦公室裡戴着金絲眼鏡的結構工程師。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些公開的法律訴訟平台，涉及設計合同糾紛、勞動仲裁的案件量在2025年呈指數級增長。很多設計院採取了極其卑劣的手段，不主動裁員，而是通過只發生活費、取消公積金、強制調崗到偏遠工地等方式，逼着這些自尊心極強的知識分子自己走人。因為公司賬上真的沒錢賠 N+1 了。面對國內市場的徹底枯竭，很多設計院高喊着不出海就出局。但真相遠比口號殘酷。再也研究了2025年幾家大型上市設計公司的海外財報，雖然海外業務佔比有所提升，但那大多是跟着國家的大項目走，屬於政治任務驅動，利潤率極低。東南亞、中東的市場競爭已經殺成了紅海。由於中國設計院習慣了國內的快餐式設計，到了講究國際標準、環保合規的海外市場，適應成本極高。文化與法律的泥潭，很多設計院在非洲、南美的項目中，不僅沒賺到錢，反而因為不熟悉當地勞工法和稅務，賠得傾家蕩產。說白了，全球基建市場都在萎縮。2.9萬家設計院想通過那點海外訂單活下來，這無異於杯水車薪。我們要思考一個更深層、更令人恐懼的問題：當成千上萬的設計院倒閉，當經驗豐富的工程師紛紛轉行去送外賣、開滴滴，中國的城市將面臨什麼？設計院不僅是蓋新房子的，他們還承擔着城市維護、舊改審查、災害評估的重任。數據流失，很多老舊建築的原始圖紙都在這些倒閉的設計院檔案庫裡。隨着公司關門、人員散去，大量的城市建築底層數據正在消失。技術斷層，當2025年那1萬多家設計院關門時，帶走的是積累了20年的抗震、消防、結構優化經驗。未來如果發生地震或火災，誰來提供緊急的技術支撐？這才是最悲慘的地方，我們正在親手摧毀支撐這個現代化社會平穩運行的智力基礎設施。中國設計院的這場倒閉潮，本質上是土地財政模式的徹底破產。從2.9萬家銳減到5000家，這減掉的不僅是公司，更是整整一代人的夢想和階級跨越的通道。那些在2023年還幻想政策底的人，現在應該看清了，這根本不是底，而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深淵。2026年，對於剩下的5000家設計院來說，競爭將變得更加血腥。活下來的不再是技術最好的，而是最有背景、最能耐虧損的。而那消失的2.4萬家企業背後的工程師們，只能在時代的洪流中尋找下一個不知在何處的避風港。